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蝴蝶飞飞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宋朝期间，在永嘉城内有个张员外，他有一个独生女儿叫张宝珠，今年16岁，长得妩媚动人，明眸皓齿，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而且还是个才女，在永嘉城内颇有名气，每天都有很多人家来求娶。这一天，又有一户人家来上门求娶，这便是永嘉城有名的孤儿李三。很多人都不明白，为什么张员外的掌上明珠怎么会与孤儿结亲呢？这说来就话长了。原来张宝珠嫁给李三之前，已经成亲了7次，每次成亲还没拜堂呢，未婚夫就死了，事情看起来蹊跷。可是官府也找不出来他杀的疑点，所以城里人都说这个张宝珠是个克夫相，所以很多大户人家的公子都避而远之。只有孤儿李三是真心喜欢宝珠，自然也是不会相信他会克夫。张员外虽然不太愿意自己女儿嫁给孤儿，可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女儿如果再嫁不出去，就该拖成老姑娘了。这一次，大家都以为可以顺利成亲，毕竟孤儿李三命比较硬，街坊邻居都说李三命硬，克死了双亲，所以一个克死了双亲，一个克死多位未婚夫，显然也是很般配，谁也会不用嫌弃谁。没成想，当花轿到了李三家门前时，一直也不见李三出来迎接。这时，宝珠心里急促了起来，有预感李三也出事了。大家正在四处寻找，突然有个街坊大叫起来，说起李三掉湖里淹死了。这时，大家对于宝珠是克夫相也是更加笃定。随后，宝珠就给大家指指点点。宝珠受不了这些压力，本来也是很满意李三，如今事情发展成这样，自己也是没有脸面再过下去了，所以趁大家不注意，就往城里的湖走去。宝珠一个人来到湖边，谁也不知他会想不开，他正在往湖中心慢慢移过去，水也渐渐淹到他的胸口位置，再往前，整个人就得淹了。突然，从水里冒出来一个男人，救起宝珠。不过这人一直撑着一把黑雨伞，给人一种神秘感。男人把宝珠送回张家，后来才知道，这个男人便是李三。成亲时，本来要去接亲，却被自己表弟给骗了出去。来到湖边，趁李三不注意，被推入湖里淹死了。平时李三对这个表弟尤为信任，没成想表弟给人买通了，而这个买通表弟的这人却是张员外家的管家。管家为什么对李三下手呢？确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原来管家有个女儿叫小莲，从小跟在宝珠身边，做了贴身丫鬟。只是有一年，主仆2人上街，被坏人盯上。为了救小姐，丫鬟丢了命，所以管家对小姐有怨气，所以一直针对她。就是前面7个未婚夫，也是管家一手安排的祸事，就是为了要给自己女儿报仇雪恨。他把女儿被害的责任推到了宝珠身上，要让她付出代价，也就是不让她好过。宝珠被送回了家后，李三就在身边照料，每天忙进忙出。宝珠慢慢转醒，看到了李三还活着，也是很激动，所以与父亲商量，重新选个日子，重新办婚礼。可是李三欲言又止，不知要怎么说，最后只能硬着头皮说了实情，自己是个魂魄，不是人，自己已经淹死了，很快鬼差就会来把自己带走。宝珠听到此，惊呆了，也是万般不舍，也不顾自己的身体虚弱，赶紧起来，带着香火就往土地庙赶去。当地的土地公是个好神仙，很多事情求了他都有好的结果，所以宝珠也把希望寄托在土地爷身上。宝珠跪在土地庙里，求土地爷救救李三。
说李三是个善良的人，好人，好人不该短命，最该死的就是自己，愿意用自己10年阳寿来交换。土地爷给感动了，只是宝珠把李三的尸身捞起来，放到土地庙门口。因李三的尸体还没有腐烂，所以让李三还阳还是有希望的。土地公用了自己必法力，给李三还了阳寿。不过给李三还阳寿这件事情是保密的，当时是打歇着给李三做法事的由头，带李三尸体到土地庙的，所以除了宝珠和土地爷，没有第三人知道。宝珠回去后就跟自己爹商量，重新嫁给李三的仪式，日子选在3天后。这一天真是太忙了，宝珠在闺阁里打扮自己，她想做最美的新娘，想要亮瞎李三的眼睛。李三也早早来到了张家，不过门口聚集了很多人，宝珠也不知道发生了事情。管家看到李三上门接亲，心里一肚子火，就要求李三在火盆跨过。管家那天看着李三送宝珠回来，按理李三是死透了，因为他也去偷看来着，看到李三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水里，当时就沉下去了，所以一直盯着李三看。突然发现李三走路姿势很是奇怪，感觉在飘，2条腿根本就没动，而且整天撑着黑伞。管家计上心来，看到李三来接亲，就在门口摆了炉火，要进门接新娘就得跨过火炉。李三不是人，自然跨不得火炉，可是他已经还阳了，自然能跨火炉了。管家一看一计不成，又使一计，买通了宝珠身边的丫鬟，让丫鬟在洞房的交杯酒动手脚，一定要把李三灭了。其实宝珠和李三都已经知道了，还阳的前一天已经找到了表弟，表弟也是招了一切，做错了事情就得为自己买单。表弟已经自首去了，但是管家诡计多端，自然不好对付，而宝珠更是想让他自己放手。对于当年小莲的死，宝珠也怪自己，所以对于管家给了他多次机会，如果他只执迷不悟，没办法了，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吧。晚上入了洞房，他们喝起来交杯酒，他们知道酒里有药，早就让人偷偷换掉了，但还是将计就计，假装中毒身亡。那个丫鬟傻眼了，明明管家说只是成就好事的药，怎么会死人呢？丫鬟偷偷去找管家对质。管家听说宝珠和李三双双毒发，一时高兴，也管不了小丫头指责了，甩起了黑锅，说自己明明给的是助兴的药，不是毒药。小莲哪会信，朗朗着要说给老爷听。管家掐住丫鬟的脖子说：“嫌命太长，那个本就是毒药，但是毒药是你亲自放进去的，你小姐是给你害死的。”管家长叹一声说：“小莲，爹给你报仇了，你快去脱胎吧，一定要找个好人家，不要再给人当丫鬟使了。”说完，掐住丫鬟的手，越来越紧。突然，房门被踹开，宝珠和李三进来几个官兵和捕头，把管家抓走了，那个外套也一起带走了。管家一脸惊恐，明明他们死了，怎么还活着？原本束手就擒，当看到宝珠和李三时，却不淡定了，一直对着宝珠喊着什么。官府也已经调查清楚了，管家多次害命，被判斩立决。表弟一时鬼迷了心窍，做了害命的行为，最后被流放关外，永远也不能回来了。宝珠与李三这对苦命鸳鸯，如今终于在一起，夫妻恩爱。现在大家也知道，并不是宝珠克夫，而是被人算计。1年后，宝珠生下一对双胞胎兄弟。这张员外只有一个独生闺女，现在闺女一下生了2个儿子，高兴坏了，就把家里所有的产业分成2份，2个孙子一人1份。
这2个孩子，街坊都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，以后肯定前途似锦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：男子山中救白狐。深夜，白狐说：“小心你盲目。”明朝成化年间，青阳县前陈村有个淳朴憨厚的小伙子，叫杨三喜。三喜这孩子命苦，自小被家人遗弃，扔在镇上一家饭馆的门口。正巧杨连庆带着妻子治眼病，经过那儿，见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围观的人虽多，但都是议论纷纷，就是没人敢管这事。杨连庆动了怜悯之心，上前将他抱起，向饭馆的掌柜讨了些米汤喂他，然后带回了自己家，给他取名叫杨三喜。杨家并不富裕，主要靠种田为生。妻子丁氏有眼病，为半盲的状态，经常要去镇上抓些药吃。另外，家中还有2个10多岁的儿子，老大叫杨仁平，老二叫杨晨勇。乡下有句老话：“扮大小子，吃穷老子。”这2个孩子就是如此，长身体的年纪，吃的都多。家里自从多了杨三喜，自然米粮就要分掉一些。幼时还不觉得，到三喜一天天长大，胃口也大了时，杨仁平和杨晨勇兄弟2个逐渐对他不满起来，经常埋怨自己的父亲为何要多事捡个孩子回家。到兄弟俩娶妻生子，吃饭的人越来越多，口粮也就越来越紧张。这里面的矛盾就积累到了即将爆发的临界点了。其实，若说三喜只吃不做，那是说不过去的，也不可能。农村里的孩子哪有不会做事的呢？前陈村在大山脚下，三喜自幼年起便跟着杨连庆在农闲时上山去砍柴，拿到镇上去卖钱。现在杨连庆身体不好了，都是三喜一个人上山去，有时还能猎得野鸡、野兔什么的，或者拿去换钱，又或者拿回到家里给杨连庆补补身子。按理说，三喜一天天在长大，可以算得上是家里的一个劳力了。为何2个哥哥都瞧他不顺眼，而2个嫂嫂更是他为眼中钉呢？单纯的因为他是捡来的妻儿吗？也不尽然。杨家有6间瓦房，本来2兄弟平分，应是1人3间，现在多了三喜，自然就分不到那么多了。是以，在杨连庆病逝的那一年，年仅15岁的三喜被2位兄长扫地出门了，瓦房1间不给，田地也是1分都没有。丁是因为眼睛全瞎了，自身难保，不敢得罪2个亲生儿子，只能一声不吭。三喜捡了几件自己的衣裳，给丁氏下跪，磕了3个响头后，出门去了。当天在村里的土地庙里暂住，什么都没想，睡了个囫囵觉。第2天忙活了一整天，在山脚下找了一块无主的荒地，搭了个茅草棚，买不起床，自己就瞎扑腾，用泥土与石块垒了一个矮些的台子当作床。没有被褥，他就去向村民讨要些稻草，铺在台子上，待全都收拾妥当了，这棚子里瞧上去就顺眼多了，住人还是可以的。有好心的村民看着他可怜，给了几个饼子充饥，他没敢一下子吃完，只吃了1个，再喝了些河水，就当作吃完了今天的饭。第3天，带了1个饼子上山去砍柴，运气非常好，抓到了2只野鸡和1只野兔，拿到镇上换得了几分银子，买了锅碗和一些米回家，自己再搭了个土灶，熬了些米粥，就着昨天邻居给的饼子，很满足地吃着。三喜是个老实人，他不会想那么多事情。对于被2位兄长赶出来，他心里一丝怨恨都没有。有什么可怨恨的呢？杨家能收留他15年，对于一个妻儿来讲，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，哪里还能要求别人更多的东西？再者，
三喜是个将日子往前看的人，他是这么想的：既然事情已经发生，心里总在念叨着过去，也无济于事，改变不了现状，不如好好的想想后面要如何做。三喜很勤快，以后的每一天，除了去镇上卖柴，还会想方设法再搭些别的东西去卖。野鸡不是天天能抓得到的，野兔更是难抓，但河里的鱼虾是可以捞到一些的，这些也可以换得几文钱。茅草屋后又辟了块菜地出来，种些日常的菜蔬，一个人吃不完，有时也会带些拿到镇上去卖钱，能卖多少是多少。慢慢的，大半年后，三喜积攒了些钱，将茅草棚加固，另外又搭了2间出来。其实，在窘迫的日子，熬一熬都会过去，只要能扛住，后面的日子则会平顺许多。杨家2兄弟将三喜赶了出去，2兄弟一家分的3间瓦房，按理说分均匀了，就当和谐相处才是。但真能分得绝对的均匀吗？肯定是不能够。瓦房的新旧程度以及大小都不同，左边3间是最早搭建的，旧而小些；右边3间是后来搭建的，新且宽敞。既然分配不均匀，那争吵就不可避免了。2兄弟没把老母亲放在眼里，没人会去想母亲该住哪间。没办法，丁氏只好请来了族长，请他做出相对合理的分配。族长知道丁氏的意思，没直接判出把左边归谁，或是右边归谁。他思虑过后才说，想的右边3间房的人必须拿出1间给丁氏住，待丁氏100年以后，方可将这3间房全得。至于对丁氏的赡养，2兄弟既然早已分灶吃饭，那么就轮流，一人管半年，百善孝为先。族长的这一分配算是合情合理。至于谁得左，谁得右，2兄弟自己选。老大杨仁平想了想，选了右边3间。老二杨晨勇没说什么，得了左边3间。房子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。太平的日子过了有2个月，家里又不太平了。这回是何原因呢？原来丁氏眼睛全盲了，做不了事情，这是一个方面。另一方面，婆媳之间的关系总是难相处的，他与2个媳妇都合不来。丁氏的眼睛虽然看不到，但他的耳朵能听，听到儿子与媳妇聊天的只言片语，就放到心里揣摩下，在经他嘴里说出来时，就变成了另外一件事。既然内容全凭他想象，那么这肯定是子虚乌有的事了。只是这些事情他不会埋藏在心里。村里有同年纪的老妇人去看望他，他会说与人家听，事情有人听，就会有人信，信了就会传，一个传一个，传到最后，原话就变得面目全非了。村里的人在看向杨家2兄弟与他们媳妇的眼神，则变得与以往不同了。这样的事情弄多了，2个媳妇自然恼怒得很，时不时地在自己丈夫耳边吹吹风。慢慢的，2兄弟对丁氏都有了些意见。一日，杨晨勇从外头回来，直接去右边瓦房找杨仁平。他说：“我今儿从三喜家门口经过，又闻见肉香味了。这月才过半，已经闻到了3回。那有什么办法？人家自个儿去山上猎来的，你想吃，也到山上猎去。”杨仁平不以为然地说道。杨晨勇有些愤愤不平，父亲把打猎的看家本领都交给了他，我可没那本事去山上打猎物。老2人有些尖钻，不肯吃亏。杨仁平本就对他有些意见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早年间父亲身子好时，叫你去，你总不肯去，这怪得了谁？对于兄长这么直接揭自个老底，杨晨勇也不生气，往前凑了凑。我来这儿的意思是，既然三喜的日子过得比我们好，
是不是把母亲放到他那儿去住，省得跟着我们在一起，每日都是吃些园子里的那些菜蔬，连肉都难得吃到一回。”杨仁平的媳妇刘氏听见了，插了句嘴：“前几天母亲还在跟人说，半年多了，没给他吃过一点肉末星子，这下跟着三喜，日子就会好过许多了。”杨仁平很为难，可他已经被我们赶出去，不属于杨家的人了。刘氏撇了撇嘴：“他不还姓着杨吗？怎不要赡养母亲？再说了，养他那15年，岂能白养？”杨晨勇点头：“嫂子说得对，我们家养了他15年，他养母亲10年，总不为过吧？”杨仁平的心被他们说动了，犹豫道：“那母亲不肯呢？”杨晨勇笑道：“有什么肯不肯的？哄着他去，不接回来就是。你我家这种情形，日子都不好过，他又不是不知。”杨仁平点头同意，就这么说了。两兄弟到丁氏跟前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通，无非是自己家的孩子多，日子过得有多艰难，而三喜一人过，日子过得有多么的好。说到最后，两兄弟一起建议丁氏去跟三喜住一段日子，以好减轻他们兄弟俩的负担。舔犊情深，丁氏自然是护着自己亲儿子的，他很体谅2个儿子的难处，想着都是在一个村子里，去三喜那住住也没什么，以后想回家再搬回来便是。再者，养了三喜10多年，也是时候让他回报一下了。这么思量了后，丁氏也就同意了。两兄弟很高兴，等不到第2天，当即给母亲捡了些衣物，再拿了2床被褥，就这么将她送过去了。三喜正在炖兔肉，见到他们来了，很高兴，立即上前扶了母亲过去坐好。今儿逮了2只肥兔子，卖了1只，这只准备炖好了给你们送过去，让几个侄子打打牙祭，吃人手短，拿人嘴软。杨仁平是明白这个理的，端出兄长的态度，摆了摆手：“这个不急，我们是来跟你说说母亲的事。”他很是严肃地说了一堆让三喜同样也要承担赡养母亲的话后，以为三喜会拒绝，接下来正准备想着应对的话呢，哪知三喜毫不犹豫，当即爽快地应下了。兄长说的极是，父母养了我10多年，我从未回报过。父亲走得早，未享过儿子一天的福，如今母亲还健在，当然应该让他老人家享些清福。听到他此番话，杨仁平心中有些惭愧，自己是长子，到底不如这个捡来的弟弟。杨晨勇很精明，怕他会反悔，立即说道：“三喜，那母亲就放你这了，你定要好生侍候着。”三喜笑着点头：“这是自然的，二哥大可放心。”杨晨勇又指着炉上的那锅兔肉说道：“这肉不劳烦你送过去了，等会儿我让你几个侄子过来吃。”说完，拉着杨仁平走了。三喜给母亲收拾了一间屋子出来，把这茅草棚里最好的东西都给了他。肉炖好时，6、7个侄子侄女个个端了个大碗过来，说要装肉回去吃。三喜知道2位兄长家的情况，更知2位嫂嫂节俭，孩子不是经常能吃到好的，这些肉装回去，也定是会分为2顿吃的。于是，他将兔肉盛了1碗出来给母亲，其余的全部分给他们，连汤汁都没留。孩子们端着碗高兴地走了。丁氏对于他这番行为甚是满意，让他以后再打得了猎物，定要记得留给侄儿补身子。三喜随口就答应了下来。没想到接下来的几日，丁氏每天都要问他在山上打到了什么猎物，或是在河里抓了多少鱼虾。三喜一一如实告诉他后，他就让三喜立即将东西给兄长家送过去。送了几回后，三喜犯难了，不是舍不得，而是当初被赶出杨家时，自己是没得1分田地的，
两位兄长将母亲送过来，也没拿1粒米，这每天吃的饭得花钱去买。若是还将打来的猎物送出去，仅靠那2捆柴禾换来的文钱，根本不够2人每天买米熬粥喝。更何况三喜发现自己送过去的猎物，两位兄长根本没舍得炖给侄儿吃，而是拿去街上偷偷卖钱了。狠了狠心，再次打的猎物，三喜便不再送去兄长家里。丁氏问起，他便把自己的情形如实相告。丁氏眼睛看不见，以为他是在说谎骗自己，便骂他是个忘恩负义之人，让他把杨仁平叫来，他要回家去住。三喜苦苦恳求母亲，请他体谅下自己的难处，待以后日子好过，打得的猎物定会分给兄长。丁氏不肯，执意让他把兄长叫来，不然就自己摸着走回去。其实他住茅草屋很不习惯，想回家去住。茅草屋哪有瓦房住得舒服，处处漏风不说，三喜家里连个像样的床都没有。三喜没有办法，只能去把杨仁平叫了来。在路上把事情跟兄长说了一遍，杨仁平面上没说什么，心里直在埋怨母亲不懂事。见到丁氏后，他先是安慰了几句。当丁氏跟他提出要回家住时，杨仁平这才滋滋地跟他说了实情。家里孩子多，2间瓦房根本不够住，丁氏的那间已经让他2个儿子住过去了。他还说母亲心痛孙儿，定是能理解他的。丁氏的心里凉了一大截，他算是明白了，那个家他是回不去了，又不能跟儿子吵，不能得罪他们。三喜毕竟是个养子，自己以后还是要靠亲儿子养的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在这里继续将就着住。三喜哪里会不知道这里面真实的情形呢？母亲实则是被2位兄长变相的赶到自己这里来住，只是他不会去计较。他想，包括自己在内，母亲有3个儿子，若是个个都只为自己的小家做打算，那母亲的生活必定会很难过。3个人当中，总得有一个是孝顺的，所以他每天尽己所能，想方设法的给丁氏将饭菜做得合乎他的口味。丁氏在这儿吃的比在杨仁平兄弟俩那儿要好，这点他是心知肚明的。起初他以为三喜吃的饭菜与自己是一样的，心里有些埋怨他日子过好了，不知接济些兄长。后来还是邻居过来串门告诉他，三喜给他吃的是纯白面饼子，而他自己吃的是加了糠或是加了豆渣的饼子。丁氏心里还是感动的，再加上只有母子2人生活，人少是非就少，是以相安无事的过了有2年。这期间，无论是三喜家还是他2位兄长家，都太平得很。三喜快18岁了，也是该找媳妇成个家的年纪，没人为他张罗，得全靠他自己。他算计了一下，只有用猎物换来的钱才会多一点，想要攒点钱起来，只能靠这个了。由于经常去山上砍柴，认识了2个猎户，他们教了三喜几招，按照他们的方法，成功猎得1回野猪后，三喜尝到了甜头，自此经常会在山上深林之处放捕兽夹。这一日，他又去查看是否有收获，捕兽夹上是空的，可旁边却有血迹，疑惑地往4处瞧了瞧，左前方的草丛中好似有团白色的东西。三喜走上前，轻轻地拨开草丛，是一只白色的小狐狸，它的腿上有血，是被捕兽夹打住了。显然它很害怕，身子背对着三喜，头往下埋着，正瑟瑟发抖。将它轻轻抱起，它的眼神躲闪着，不敢看人，瞧上去非常可怜。三喜叹了口气，算了，不抓它了。常在山上打柴的人，难免会遇上磕碰擦伤，故常见的几种止血草药是认识的。
三喜去挖了些来，捣烂了敷在他伤腿上，并将自己的衣裳扯烂，撕了一条下来，给他绑住，将他放在一边，拿起捕兽夹对他说：“下回看到这东西，记得离远一些。”说完，他站起身，准备离去。小白狐轻轻地嗷嗷叫了几声，声音甚是凄婉。三喜琢磨着，他这样子走不了路，很容易会被猎人逮了去，问他：“你要不要跟我回去？”小白狐哪里会说话，只是眼神里含着哀求。三喜将他抱起，摸了摸他的头：“算了，我带你回去吧，等养好了伤，再送你回来。”小白狐又轻轻地嗷嗷叫了2声，似是答应了下来。今日三喜少装了些柴禾，脱下外衣垫在柴上，将小白狐放上，带他回家了，把他放在自己的茅草屋里，精心护理。3个多月后，小白狐的伤势好完全了。三喜几次想将他放回到山上，他在附近转着圈，待三喜砍完柴下山时，他又跟着他回家了。而且小白狐对寻找自个儿家的这种事情，好似还不太热心，就喜欢跟在三喜身边。三喜琢磨着，他是不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？于是每天带着他去不同的地方砍柴，还是不行。自己一砍完柴，他又跟上了。又过了2个月，有天晚上，三喜正逗着小白狐玩，听见门外有声响，小白狐也听见了，立即激动起来，跑去门边，嗷嗷叫着，并且不时地回头看向三喜。三喜知道他这是让自己开门呢，赶紧去把门打开。2只漂亮的成年白狐正站立在门口。小白狐见了很高兴，立即上前与他们头靠着头。三喜心想，这应该是小白狐的爹娘来找孩子了。3只白狐似是低语了一阵，将头分开后，2只成年白狐转过身，往前面跑去。小白狐跟上，跑了一段，停了下来，回转过头看向三喜。在如水的月光下，三喜能看清他眼中的恋恋不舍，心中有些感动，对他挥了挥手：“去吧。”小白狐这才将头又转了回去，追他爹娘去了。瞧着他的背影很快消失在茫茫黑夜里，三喜才慢慢地把门关上，心里既惆怅又感慨。惆怅的是，与小白狐相处了近半年，一人一狐已经有了感情，对于他的离去，心中有些舍不得。感慨的是，过了这么长时间，小白狐的爹娘还知道来找他，而自己的亲生爹娘当年怎就那么狠心，将自己抛下不管呢？唉声叹气了一阵，去睡了。第2天仍然早起，为丁氏将饭做好，然后再去做自己的事情。这日夜晚，三喜虽觉疲倦，但却睡不着。没有小白狐在身旁，他觉得有些孤独。门外传来悉悉索索的声响，随即门下方好似有什么东西轻轻在拍门。三喜心中一动，点了灯，起身去将门打开，往外瞧去，一阵惊喜，是小白狐回来了。立即蹲下来，摸摸他的头，问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小白狐看着他，目光很柔和，低下头，将爪子下的一个东西往三喜那边推了推，又示意三喜去看。三喜定睛瞧去，吃了一惊，是一个银锭。小白狐将银锭推到三喜的脚边上，对他点了点头，转身跑了。这回小白狐没有再回头。三喜瞧见，在不远处有2只成年白狐正在等着他。见他跑来，如昨夜一样，2只大白狐又领头往前跑去。后面的很长一段日子，小白狐没有再来。三喜知道这锭银子定是他们给自己的答谢，心中很惭愧。毕竟小白狐的腿是被自己的捕兽夹给打到的，暗暗下了个决定，以后不再在山上放捕兽夹打野兽了。
有了这个银锭，此后三喜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请人在茅屋的旁边盖了5间带院子的大瓦房，最大最好的一间给了丁氏居住，里头的家具也请人打好了，家里终于有像样的床了。三喜觉得有种苦尽甘来的感觉。一个人突然暴富，总是会引起旁人的怀疑。最先对他产生怀疑的就是杨仁平和杨晨勇这2家人。他们俩人的妻子怀疑丁氏藏了钱起来，偷偷给了杨三喜，而2兄弟则怀疑当年父亲过世前留了钱给这个捡来的弟弟，不然为何他那么爽快的就答应赡养老母亲呢？这几年也不问他俩伸手要钱，也1粒米都没要过，分明就是自己有钱。三喜是怎么都想不到，在赡养母亲这方面，自己的宽容竟会让2位兄长对他产生猜忌。杨仁平和杨晨勇想来想去，决定2家人一起直接去问丁氏。丁氏哪里会知道三喜的钱是从何处来的？他不想得罪2个亲生儿子，当即叫来了三喜，让他当面说清。三喜这个人是孝顺，但不愚孝。这几年来，他也认清了这2位兄长都是靠不住的人，故不可能对他们坦白是白虎给了银锭的事。那样一来，事情传出去后，不知会有多少人会去山上围堵白虎。他想了想，说道：“这事情说起来也是余弟的运气。那日在河中捕鱼，见到一条大鲤鱼，好似游不动，我便拿了个箩筐，直接将它网起来了。顿了顿，又道：这么大一条鱼，拿去镇上不好卖，便将它分割开，打算晒干了，做鱼干卖。谁曾想，一剖开，竟有好几块碎银在鱼腹中，难怪游不动。怕他们不信，手往屋檐那儿指了指，就是那些河里的鱼都是野鱼，这无主的事情，谁扯得清楚？”杨仁平和杨晨勇同时往屋檐下瞧去，那里果然吊着一排鱼竿，心中便信了大半，都叹自己没有这个福气。刘氏眼珠转了转：“三喜呀，你3个侄儿再过几年就要娶亲了，你的银两还有没有剩？留点给他们，可好？”众人的目光都向三喜看来，眸中都有贪婪之意。三喜心中发寒，给了老大，老二也要给。他们只想到了自家的孩子过几年要娶亲，可没一人会想到自己如今已年近20，也还未娶亲呢。笑了笑，盖了房子，打了家具，就没有多少了。我那日算了算，也就只剩了2两。上个月马婆婆帮我说定了村西边程二叔家的大女儿，这个月成亲，这银子我打算办亲事用。刘氏撇了撇嘴，这里的东西都是新的，一应俱全，还要花什么钱？三喜没吭声。刘氏不甘心，看向丁氏：“母亲，您来说句公道话，三喜这剩下的钱该不该给折用？”丁氏被推到风口浪尖上，心里暗骂刘氏人狠，但又不敢不顺着他的话，得罪了他一个不要紧，把老大、老二都得罪了，那不划算。自己老了以后还得靠他们。想了想，缓缓地说道：“三喜啊，你比你2位兄长会挣钱，这2两银子还是拿给他们吧，大家互相帮衬着点。再说，你以后又不是赚不到钱。”刘氏很得意：“三喜，母亲都发话了，你还不快把钱拿出来？”见此，三喜感到很无奈，这简直就是在抢了。不多言语，起身去里屋，拿了银子放在桌上：“你们2家拿去分吧。”刘氏立即将钱抓了，往屋外跑：“我家3个儿子，应当多分些。杨晨勇家只有2个儿子，他的妻子王氏不肯了，追了出去，2家平分，哪有儿子多就多得的道理？”随即，杨仁平和杨晨勇也往外走去。
大家都想着分钱去了，无人跟丁氏或是三喜打声招呼。三喜将这些瞧在眼里，越想越心寒。人心的贪婪是个无底洞，很难满足得了的。同时，心中隐隐有个感觉，自己这房子指不定以后也会被他们抢了去。思索了良久，给丁氏做好了饭，服侍他吃过，收拾好碗筷，便去了村西边程二叔家，跟程二叔把自己的情况说了说。最后说道：“若您觉得女儿不能嫁得体面，那这事就算了。”程二叔摇头：“你母亲够糊涂，是个想不清楚事情的人。我把女儿嫁给你，并非是要贪你的钱财，而是你为人厚道。丁氏是你养母，你尚且能如此善待她，想必以后也不会待我女儿差。我家不要彩礼，只要你两人好好的过日子就成。”当即将大女儿彩凤叫了出来，把事情也跟她说了说。彩凤大大方方地表示，只要两人一条心，勤勤恳恳地过日子，后面的生活总会好起来。程二叔笑道：“我家有几十亩地，交完税赋，还能余有一些粮食，吃饭问题你不用担心。”三喜很感动，这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全靠的就是一颗心。以心换心，才能交心。二叔，成亲后，我将房屋契书上的名字换成彩凤的吧。程二叔大吃一惊，这怎么行呢？房屋是你自己辛苦所建，哪能给彩凤？三喜将自己的顾虑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程二叔，契书上的名字是彩凤的，这就是个凭证，旁人想拿也拿不走。再者，成亲后，彩凤在哪，我的家就在哪。这番掏心窝子的话，彩凤听了，羞得躲屋里去了。程二叔夫妇俩很高兴，女儿嫁对了人，做父母就可以放下心了。半个月后，三喜和彩凤成亲。婚后，三喜兑现承诺，请了里长、族长见证，把手续办齐，将房屋契书上的名字改成了彩凤的。夫妇俩整日里好得跟蜜里调油似的，进进出出面上都带着笑容。丁氏虽然不是三喜的亲生母亲，但彩凤对她孝顺得很，里里外外挑不出一点错。这家人是高兴得很，但有些人却不高兴了。杨仁平和杨晨勇两家的人就很不高兴。特别是刘氏和王氏，天天在自家丈夫跟前念叨个不停，这又是为何呢？还是为了房子的事？他们认为三喜那房子不能写成彩凤的名字，为何不能写彩凤的名字呢？他们有自己的如意小算盘，而且算得精明得很。杨三喜是杨家的人，如果彩凤没有生儿子，就代表没有后代，那么这房子以后就是折的了。就算他有儿子，有后代，如果杨三喜发生了什么不测的事情，万一彩凤改嫁了，那这房子不就成了别人家的吗？所以杨三喜的房子自然应该归杨家来管理。当然，如果三喜实在不愿意在房屋契书上留下自个儿的名，那就写折的名也行啊。总之，无论如何都不能写成彩凤的名，他们坚决不允许。两家人商量一番过后，就去找三喜，要他将房屋契书上的名字改过来。三喜跟他们解释，彩凤是自己的妻子，写她的名字犹如写自己的名字，都是一样的。又说了，那半两银子给他们后，自己没有给彩凤家一点彩礼，那么房屋契书上的名字写他的，丝毫不为过。三喜说的这些事情，若放在别人家看来是很合情合理的，但那两家人不愿听，就是不同意，任凭三喜怎么解释，他们仍然不依不饶。又正是农闲时节，反正无事，于是每天都要来三喜家里吵闹一番，日子过成了这样。这是三喜没有想到的，只觉得心里累极了。他也明白，
当面对有心蛮不讲理的人，无论怎样跟他们讲道理，都行不通。就好比一个装睡的人，你永远无法叫醒他。彩凤不忍他为难，晚上睡觉前跟他说：“还是把名字改成你的吧，写不写我的，对于我而言都是无所谓的。”三喜摇了摇头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人的贪心是满足不了。”他心里如明镜般清楚，自己的退让换不来他们的放过。今天退让这一步，以后就要退让无数步。不仅他要让，将来他的孩子也要让。当那两家人再一次来家中吵闹时，三喜终于发脾气了，拉下脸，直接赶人，让那两家人出去，不许再到自己家里来。见他如此，两家人也有些怕，悻悻地走了。只是三喜没想到的是，杨仁平和杨晨勇两家人不来闹了，丁氏却在家里闹了起来。他开始不吃彩凤煮的饭，而且大骂彩凤不是好人，将三喜迷惑住，不听兄长的话了。三喜见他这样，就自己亲自煮饭，煮好了端到丁氏面前，好言相劝母亲吃一口。结果饭碗被丁氏摔了出去，他要绝食抗议，直到房屋契书上的名字改成杨家孙儿的。丁氏一心护着亲生儿子，哪怕他们并不想养他，他也要护着。在他心里，总觉得养子不可靠，最终自己要靠的还是两个亲生儿子。而且这类话，刘氏和王氏都有意无意地在他面前说过，使得丁氏就更加坚定了养子不如亲生儿子可靠的这种想法。或许丁氏与杨家两兄弟从来都未想过，将一个忠厚老实的人逼急了，后果会是怎样的。三喜下了个狠心，犹如5年前被杨家两兄弟赶出来那般，他跪在地上规规矩矩地给丁氏磕了3个响头，转身出去找里长和族长以及村里辈分很高的老人到家中，另又去将杨仁平和杨晨勇两兄弟请来。除了再一次强调他绝对不会去更改房屋契书上的名字外，还有一个请求，将丁氏送回杨家两兄弟那儿。他说自己已经赡养了母亲5年，也是时候该轮到2位兄长了。丁氏得知三喜的用意后，当场大骂他忘恩负义。三喜不吭声，任他骂，使族长看不下去，觉得实在是太丢本族人的脸，当场呵斥他，做人实在不可太过分。三喜当年被杨连庆抱养，不到5岁就开始跟着他上山做事，帮着减轻家中负担。15岁被你们赶出家门，没得一间瓦房，一分田地。如今他养了你5年，时常还要贴补2个兄长，他一个养子能做到这个份上，可以了，算是还了你们的养育之恩。杨家的事情，村里人都看在眼里呢。三喜无半分过错，里长以及几位长辈纷纷站出来，也替三喜说话。对于这些人，杨家兄弟不敢还嘴，只能乖乖地将丁氏带走，心里恨极了三喜。自此后，三喜算是和杨家那2兄弟彻底决裂了。这对于三喜来说没什么不好，甚至可以说轻松了许多。但是对于杨家2兄弟来说，则是烦恼不断。首先就是丁氏居住的问题，他原先住的右边那间瓦房，早被孙子住了去，没人愿挪窝。左边杨晨勇的3间房屋，也是没有一间能给母亲的。再说6间房屋在5年前就已经商定好了，丁氏住右边，所以杨晨勇一家认为自己没有道理为他腾一间屋子出来。杨仁平和刘氏是有苦说不出，说白了，丁氏如今就是他们的负担，只感觉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。杨仁平狠了狠心，让母亲住进了柴房。刘氏生气，婆婆只会给自家添乱，从来都帮不了什么忙，故每天给她的饭
都是锅底的锅巴，还不得准时，菜有剩就给，没有剩就不给。偏偏丁氏又是个要强的人，在三喜那儿是享惯了福的，哪容得刘氏这般对自己？他天天坐到门口叫骂，说是媳妇亏待了自己，引得左右邻居前来观看。杨仁平夫妇是个要面子的，觉得丁氏丢了自己的脸，于是对他愈发冷淡了。丁氏拿他们没办法，就让二儿子给他送饭。杨晨勇口头上答应的好好的，转过身就忘。他的妻子王氏就更不可能来送饭了。而对于刘氏来说，既然丁氏让二儿子家送饭，那自己这边就直接不管了。是以，丁氏常常是要饿着肚子的，饿得难受时，自己摸着前行，到处找点东西吃，以填填肚子。他这时才想起三喜的好，但又拉不下面子去求。很凑巧，有日三喜经过杨家的后门，看到母亲饿得在用手扒猪食往嘴里塞，顿时泪流满面，二话不说，上前背起母亲就往家里走。一顿好吃好喝过后，彩凤事后婆婆洗脸换衣，三喜跟彩凤商量，想将母亲留下来。彩凤能理解她的心情，爽快地同意了。三喜在征得丁氏同意后，备了些礼，和彩凤一道去了杨仁平家里，向兄长提出由自己来赡养母亲，还是如以前一样，不用他们出钱。杨仁平夫妇异口同意，少了个累赘，这对他们而言是求之不得的事情。丁氏在三喜家被照顾得很好，和在杨仁平家相比，有着云泥之别。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是先近着他。他是终于明白了一个理：养子比亲生儿子要可靠得多。既然老母亲有人替自己养了，杨仁平也吸取了前车之鉴，不再去三喜那吵闹改房屋弃书名字的事情了。如果事情到这里结束，其实结果也算是圆满，各自过各自的生活，互不打扰。偏偏就有种人像根搅屎棍，喜欢挑拨生事。杨仁平和杨晨勇有个本家叔叔，叫杨刚，是个吃喝嫖赌、坑蒙拐骗之人。此人住在城里，不常回村。这次难得回来，跟人闲聊，听说了杨家的事情。本来说此事的人是拿那事当笑话来讲，可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杨刚脑子一转，就想出了一个阴招，特意去找杨晨勇，说他亲眼看过杨连庆拿银子给三喜，而且还有意无意地说了几句杨连庆的死，恐怕也与三喜有关。杨晨勇是个想事不过脑的人，当即气得目眦尽裂，要去找三喜算账。杨刚连忙拉住他，此事已过了这么多年，还需从长计议，鲁莽不得。杨晨勇听了，觉得他是个有智谋的人，像终于见到救星般，强行拉了他回自己家，叫王氏去打酒买肉，又把兄长杨仁平叫了来。杨仁平听了此话后，是半信半疑的，毕竟他隐约听过这个本家叔叔不太靠谱，但一起跟过来的刘氏很相信。其实说穿了就一句话，对三喜家的房子还不死心呢。当然，主要杨仁平与杨晨勇两兄弟也是个没用的人，只知道死守家里的几亩田，别的什么也做不了。喝了酒后，杨刚把自己吹嘘得天花乱坠，村子里的人出外少，没有见过什么世面。起先还对杨刚起疑的杨仁平，这会儿也开始对他深信不疑了。人有了贪念，若抵制不住，便会犯下错事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杨刚说，既然如今里长和族长都站在三喜那边了，那就去县衙告，我们有理，走哪儿都不怕。他很自觉地把自己与杨家两兄弟划到一块去了。杨家两兄弟听了很感动，认为还是这个本家叔叔向着他们，当即表示都听杨刚的，他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做。
杨刚会白白的替人做事吗？当然不会。他说打官司是需要花钱的，衙门里有些地方也需靠钱打点。兄弟俩犹如被鬼迷了心窍般，咬咬牙，两家一起凑了1两银子给杨刚。杨刚笑了笑，不接。这么点钱，做得了什么事？衙门里连状纸都不会接。刘氏和王氏狠心，脚一跺，又去取了些来，两家共凑的2两多点。杨刚暗地里撇了撇嘴，知道再问他们要钱，这是8成得黄了。事情得一步步来，手中这些钱虽不多，但聊胜于无。拿着钱，杨刚真的去请人写状纸，递了上去。不过他还真的打点了下，很快三喜便被衙役抓了去。为了多一个证人，杨家2兄弟去三喜家强行把丁氏接了回来，跟他把事情说了一遍。丁氏是完全不相信的，自己家什么情况还不知吗？有心劝他们，你们与三喜虽说不是血亲，但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兄弟，还是放过他吧。这兄弟俩不听，认为母亲得了三喜的好处，只为他说话，偏了心。丁氏无可奈何，只恨得自己眼瞎，帮不了三喜什么。彩凤急得要命，和自己父亲一起去找里长和族长，大家都莫名其妙，不知三喜犯了什么罪，雇了辆骡车赶去县衙门打探，这才知道原委。状纸上写的还挺严重的，说杨三喜害了养父，偷藏养父的积蓄，留着自己私用。有没有偷藏养父的积蓄，这没人知道，但在杨连庆生前，三喜与他还是很亲厚的。杨连庆生病时，三喜端茶送水，倒是倒尿全是他一人，这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里长对彩凤说道：“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你们去求求任平和陈勇，请他们撤诉。家里的事情还是在自己家里解决的好。”族长也觉得里长说的有理，为了这一点利益，兄弟反目成仇，这种事情是很难看的。好心的陪了彩凤他们一道，去杨家找那兄弟俩。见彩凤与程二叔低声下气地求着自己，杨仁平和杨晨勇夫妇俩都很得意。他们说撤诉可以，但必须把那5间新瓦房以及里头所有的家具给他们，另外再需付白银20两。才说完这话，刘氏立即就变了，又加了一句：“20两银子不够，至少得50两。”这就是狮子大开口了，还是乱开口？族长大怒：“你们这是不给三喜留活路啊！”许是那2兄弟觉得有杨刚撑腰了，以为抓住了三喜的把柄，现在可以由着他们想怎样便怎样，就有些不把族长放在眼里了。那就随便吧，反正我们是有证据的。所谓证据，就是杨刚的胡说八道。但这2家人没打过官司，不懂这些，只是单纯的完全相信杨刚的话。族长见他们油盐不进，始终不肯退让一步，也很无奈，只能劝程二叔和彩凤先回家，另想办法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族长越想越生气，他始终认为三喜是无辜的，脚步一转，就去了里长家里。任平和陈勇2兄弟这回实在是太不像话了，就会欺负老实人。我们是看着三喜这孩子长大的，他是怎样的人，我们心里还会没数吗？里长点点头，深以为然。现在还没过堂，我想让村民们写联名状呈上去，用这个法子试试，兴许能行。全村不只有我们2个熟识三喜，三喜对待长辈如何，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这主意甚好。族长表示赞同，邪不压正。我就不信这没理的人还能在堂上编出几分理出来。从里长家出去后，族长就亲自带人着手做这件事。程二叔听说了，也带着家人和彩凤一起挨家挨户的上门去求人。
这边的动静让杨氏兄弟心里发慌，赶忙去城里找杨刚商量对策。杨刚安慰他们一番，说自有妙计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，对两兄弟说：“你们给他做顿饭菜送进去，里面就放上这个，他吃了后，就什么都会听你们的了。”两兄弟信以为真，连忙拿着纸包赶了回去。做饭菜容易，可谁送进去呢？兄弟俩觉得自己这两家人都不合适，三喜现在恨他们还来不及，哪里会吃他们送过去的饭菜？商量了一番，觉得还是由丁氏送过去最好。三喜信任他，就一定会吃。接下来就是想法子去哄丁氏了。走哪都有恃强凌弱的人，牢里同样也是。三喜所在的大牢里头已经有10多个人，有个牢霸待的年数长，张狂得很，先将三喜身上的东西搜刮一空，扔他在角落。又见他始终没动静，知道他是个老实的，就没再寻他麻烦。三喜不愿惹这种人，也没有心情去在乎身外之物。现在他除了唉声叹气等待候审，什么也做不了。他心里很难过，不明白两位兄长怎会如此对自己。牢饭难以下咽，上面只铺着几根青菜，就这样的饭菜还被牢霸抢去了一大半。三喜没介意，草草地扒了几口饭，便去睡了。朦胧中，一个身着白色长衫的男人朝他走了过来，拱了拱手：“恩公，多有得罪，本是想让小儿感谢您相救的情谊，才赠予1枚银锭，没想到给您带来了牢狱之灾。”三喜听了觉得奇怪，自己能很肯定从未见过他。见三喜迟迟不语，白衫男人解释道：“我本是山中狐神，小儿贪玩，让家子打伤了腿，承蒙恩公相救，又将他归还于我们。”三喜明白过来，原来是小白狐的父亲，心中很抱歉，说起来甚是惭愧，捕兽夹是我放在草丛中的，我才是罪人。白衫男人了然地笑了笑：“不怪你，你不放，别的猎户也会放，还是小儿不够谨慎。”顿了一下，又道：“恩公，如今您身陷牢狱，处境堪忧，行事也应谨慎些好，切记小心您的盲母。”说完，又拱了拱手，消失不见了。三喜惊醒，不知他那话是何用意，一夜辗转反侧，不能入眠。第2日中午正吃饭时，狱卒带了个老妇人进来，对着里头喊了一声：“杨三喜，你母亲给你送饭来了。”喊完，他就走了。三喜将碗搁在一旁，从地上爬起，走至门边，果然是母亲丁氏，不禁落泪：“母亲，你怎么来了？彩凤呢？”丁氏隔着木门听着他的声音，也是难过的流下眼泪。彩凤在家里想办法救你，你那2个兄长是够糊涂的，怎能做出这种事？丁氏心痛养子，对亲生儿子的行为完全是无能为力了。三喜也不知说什么好，母子2人相对无言。过了一会儿，丁氏抹了把眼泪，将挎着的竹篮上的布掀开，往前递了递：“娘给你炒了好菜吃，你随便吃上几口，垫垫肚子。”将一个蓝边粗瓷碗从木头之间的空隙处递了进去，碗里的菜很香，油汪汪的，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。三喜接过，有些疑惑：母亲眼睛看不到，已经很久都没有在灶上做过事了，如何做得出这么好的一碗菜？正犹豫间，菜碗被人劈手抢过去了。三喜侧头瞧去，是牢霸，皱了皱眉，还未说什么，牢霸已经将菜全都倒入自己碗中，又将蓝边粗瓷碗塞到三喜的手中。三喜叹了一口气，将碗还给丁氏：“母亲，我尝过了，很香呢。您带来的菜多，我留些到晚上吃。”丁氏接过碗放回到篮中，
又与三喜说了几句话，狱卒就过来催促了。不得已，丁氏含泪离去。三喜还是吃着自己原来的饭菜。老爸一边吃着抢来的菜，一边大呼这菜里的油水多香。三喜没理他，自顾自地想着昨夜小白狐的父亲说小心盲母是何用意，百思不得其解。不到半个时辰，老爸捂着肚子喊起痛来，没多久就痛得在地上打滚。同牢房的人大声喊狱卒，喊了几十声都没人搭理。1刻钟后，老爸的鼻子、嘴里流出血，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不动了。有个胆大之人伸了手去探他鼻息，当即吓得大叫起来：“不得了，出大事了！”同牢房的人大惊失色，刚刚还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一会儿就成这样了？皆惊恐地大声喊叫起来。这时，狱卒极不耐烦地过来：“吵什么吵？还让不让我吃口安稳饭了？”见到躲在地上的老爸，面上一怔，意识到不好，立即又喊了几个人过来。老爸是真的死了，被毒死的。他抢了三喜的菜吃，而毒就被人下在那菜里。是的，他当了三喜的替死鬼。牢里死了人，不是件小事，而有人要毒死牢里的被告，更不是件小事。三喜被衙役带到了公堂上，他跪在那儿，瑟瑟发着抖。原来小心盲母居然是这个意思。若不是老爸抢了菜走，今日死的人就是自己了。县令姓彭，大约4旬的年纪。他看着堂下的三喜，若有所思。这案子实在是有趣。他的兄长告他，母亲害他，可村里足有上百号村民在为他作保，包括李正和族长。将头抬起来，三喜一言，将头抬起，眼睛不敢看彭县令。小伙子长得清秀，面相憨厚，不像刁滑之人。彭县令细细瞧着他的脸，双目微微眯了眯，让人把杨仁平和杨晨勇以及他们的证人杨刚带上堂。在他们的一番慷慨陈词后，彭县令不吭声，又让人将三喜的证人传上堂。三喜的证人多呀，李正、族长、村里的长辈们，还有熟识他的村民们。有人粗略地估计了下，几乎大半个村子的人都来了。他们就聚在县衙外头，随时等着县太爷传唤。这种事可不多见，引起了诸多人的好奇。县衙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。族长做完证，指着杨刚说：“此人是我们族中的败家子，只知吃喝嫖赌，坑蒙拐骗。他从未在前陈村待过几日，怎会知杨连庆和三喜的父子之情？”听完证人的证词，彭县令大致了解了情况，又将丁氏传上堂，问他杨仁平和杨晨勇所告杨三喜之事是否属实。丁氏摇头，不属实。他说家里当初非常的贫困，怎么这杨连庆也不可能积攒到那么多银子。又道三喜是个孝顺的孩子，断断不可能去做伤害杨连庆的事。彭县令听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，杨刚胡说八道，而杨仁平和杨晨勇贪念深，误信了他。在一番威逼之后，杨刚说了实话，他根本没见过杨连庆给三喜银子，那些话都是他瞎编的，无非是想蒙杨家兄弟的银两。杨仁平和杨晨勇气得当场要昏倒，丢脸不说，还有牢狱之灾，深深懊悔错信了人，来衙门告状，纯属害自己。这件事情弄清后，彭县令问丁氏：“你既然相信杨三喜的为人，那又为何要在给他的菜里下毒？”丁氏大惊：“那菜是由刘氏所做，怕三喜不肯吃，就让我骗他是由我所做。我以为他是一番好意，原来却满是恶毒。”随即，彭县令把刘氏传上堂。起先他想耍赖，将事情推回到丁氏身上。彭县令大声呵斥后，刘氏不禁下，供出了杨仁平和杨晨勇。
这两兄弟也不禁吓，供出了杨刚。杨刚虽然自认为见过世面，但这种场面却是没有见过的。前面本就有错，现在更不禁吓，双腿哆嗦，供出了一位彭公子。说到这位彭公子时，杨刚偷偷瞟了彭县令一眼，果然，他面色沉了下来。杨刚脑子转了转，说：“我只知他姓，不知他大名。”彭县令沉默半晌，走下堂，来到三喜身旁，把你的衣服撩起来，让本官看看你的腹部。三喜觉得这话奇怪，不禁抬起头瞧了他一眼，顿时觉得有种莫名的熟悉感，来不及多想，将衣服撩起，露出自己的腹部。彭县令蹲下身，亲自将垂下来的衣衫再往上撩了撩。三喜的肚脐靠左上3寸，有块胎痕，随着岁月的增长，如今淡了许多。彭县令用手轻抚着那胎痕，三喜看到他的手指是颤抖着的。稍请，他为三喜理好衣衫，站起身，重回堂上去将彭世清找来。带上堂，衙役起先有些许迟疑，见他面色难看，不敢耽搁，立即照他吩咐的去做。当彭世清老老实实的跪在堂上时，杨刚再不敢有所隐瞒，1五1十的全招了。下在菜里的毒是彭世清提供的，到于他为什么要害杨三喜，杨刚不清楚，可彭县令心里是清清楚楚的。特别是瞧到三喜一张脸酷似年轻的自己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这虽然是自己的家事，但没想去隐瞒大家。经过一番审问，纵使彭世清不情愿，也不得不把事情都招了出来。彭县令又补充了些细节，在场的人这才明白了整件事情的过程。原来20多年前，彭县令还是一个书生时，入京赶考，又打算投靠在京郊的亲戚，便把妻儿也带上了。经过青阳县，不幸遭遇贼人，不但被洗劫一空，幼小的孩子也被贼人抱走，不知带往了何处。彭县令的妻子沈氏日夜啼哭，思念儿子。彭县令自己也是心有不甘，在取得功名后，请求在青阳县任职，一心想找回当年丢失的孩子。彭世清是他从旁支过继来的养子，沈氏拜托了他帮忙一起寻找。在得知杨三喜就是养父母要找的孩子后，彭世清心存嫉妒，暗藏了杀心。只不过人算不如天算，本来安排的妥妥当当的事情，没想到被老爸从中给搅了。一切真相大白后，彭世清与杨仁平一干人等被投入大牢，杨三喜无罪释放。案件了结后，彭县令带着三喜去见他母亲，一波三折，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。母子俩抱头痛哭，三喜跟自己的父亲推心置腹地谈了一回，把杨家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个清楚，包括银锭是如何得来的，以及梦中白衫男子嘱自己小心的话语。彭县令听后很是感慨，祸兮福所以福兮祸所伏，不自弃方可斗转星移，遇难成祥。三喜一直以他的善良待人，故正义人士才会同样以善良待他。后记，三喜因为要赡养丁氏，没有离开前陈村，彭县令便拿了些本钱给儿子做生意。三喜人虽然憨厚，但头脑是很灵活的，慢慢的将生意做得很兴旺。他与彩凤生下的2个儿子，皆被亲生母亲要去了帮着抚养。彭县令亲自教导，孩子成长后皆为少年才俊，年纪轻轻的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三喜感叹地对彩凤说，自己没有享到的福，如今全让儿子享了。此后，三喜一家的日子过得很顺遂，期间虽有小波折，但很快就平息了，无伤大碍。三喜中年时，在山中偶遇一只非常漂亮的白狐，那白狐转头瞧见他，
定住了，稍请，对他点了点头，往远处跑去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菲菲。都看到这里了，点个订阅再走吧。